陈果果，这丫头又偷拿了祖传秘籍，躲哪儿去了？别找了，闺女想学你就让她学呗，说不定将来还能去警署帮你查案呢。不行，这行传男不传女，只能传给平安。平安要是肯学，又怎么会去浏阳？女孩怎么了？女孩子也可以平冤案，抓真凶。娘，又做噩梦了，别怕，哥在呢。哥，还没找到害死爹娘的凶手吗？唉，现场就留下了半个脚印，这怎么找？可是祖传秘籍里不是提到……都什么年代了，那些老掉牙的玩意儿早就不能用了。查案还是要讲究科学。算了，跟你说这个干什么？今天署长家儿子结婚，叫你过去帮忙。一会儿等新娘子出来。小姐死了！新娘子死了？这怎么可能？安保队一直在外面。哥，你赶紧回安保队，署长可能会追责。哎呀，我怎么把这事忘了？我是偷偷溜出来。你待这儿别乱跑啊！果果。我的女儿，我的孩子，夫人，你要保重。哎，查案居然不知道保护现场，痕迹都被破坏了。又闹自尽！不管真死还是假死，今天都得进我沈家的门。来人，抬走！不是自尽，自从上次寻死不成，若雪就已经想通，同意嫁给沈公子冲喜，要不然他怎么会穿上沈家送来的婚服？不是自尽，难道还有人谋杀他不成？老子可是派了安保队里3层外3层的守着呢。署长，根据我的判断，柳小姐确实是被人先奸后杀，最后是被勒死的。根据尸斑的判断，应该是死于4个时辰之前，也就是昨晚的子时。不对，尸斑容易受外界环境和肤质影响，并不能作为判断死亡时间的精准依据。这个马探长真是不靠谱，难怪爹不肯收他为徒呢。子时，安保队，署长，弟兄们一直轮班守在柳小姐院子外面，连只苍蝇都不敢放进来。那就是你们这些兵匪干的。我家若雪是出了名的才貌双全，难保不是有人动了歪心思。子时是谁在值守啊？1个时辰1轮班，此时应该是你？不是我干的。署长，马探长的推测只是大概，准确的死亡时间还有死因得尸检之后才能进一步的确定。你是在质疑我的判断？臭小子，我断案的时候你还在穿开裆裤呢！查案不能只靠经验，还得严谨的推测和科学的佐证。我在国外进修过法医。准确的推测，科学的论断。我看你是想给自己脱罪吧，署长。据我所知，此时真正值守的人就是他陈平安，他就是凶手。是你在老子面前臭显摆，找死！敢欺负我哥哥，你们等着！怎么回事，小陈？你不是亥时值班吗？他们欺负我是新来的，交班的时候故意不来。不是的，是陈平安主动替我值班。他说他睡不着，想让我多睡会儿。别人当苦差，你当美差呀！事出反常必有妖。陈平安嫌疑重大，无耻颠倒黑白！你个畜生，还我女儿！不是我，任夫人，别动气，我来。陈平安还敢狡辩？案发时间只有1个人，凶手就是你！
再狡辩，就地就罚！臭崽子，下去跟你的死鬼老爹团聚吧！丁叔草菅人命，各位记者哥哥姐姐快拍！没查清就乱杀人，又蠢又坏。马探长，您真的随便找个替罪羊交差吗？案件真相到底是怎样？请你正面回答。你们听我解释。经过我缜密的分析，柳小姐于昨晚子时被残忍奸杀，而符合作案条件跟作案动机的人只有他，陈平安，他就是凶手。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，死亡时间都搞错了。天哪，他竟然敢摸死尸！小妹妹，这里可不是闹着玩的地方，这可是命案现场，快下来！探长叔叔，我考考你啊，若尸僵还未形成，那死亡时间该是多久？叫谁叔叔呢？我离40岁还差2个月呢。好的，不到40岁的不是叔叔探长，你能回答我刚才的问题吗？这都不会，真笨。大关节的尸僵通常发生在死后2个时辰，可新娘子的关节活动自如，这就证明她真正的死亡时间不超过2个时辰。你的判断是错的。哪儿来的小杂种，竟敢当众拆我的台！新娘子被害时间应该是寅时，也就是早上3点到5点，所以我哥哥不是凶手，马探长冤枉他。原来是陈一手的女儿，难怪这么讨人厌。马探长，这小姑娘说的对吗？你是否承认自己判断错误，冤枉人呢？各位记者朋友，你们该不会相信一个孩子的尸检结论吧？你们脑袋夹屁股里了。马探长查案10几年，经验老道，你们不信他，难道信一个黄毛丫头吗？是啊，这小姑娘年纪看着还在上学，怎么会验尸？我也是傻了，居然相信一个孩子的话。你们都被他骗了，他就是专门骗你们这些没有专业知识的人，其实就是为了给这个真凶洗脱罪名。我哥哥本来就是被冤枉的，凶手是你哥哥，你是为了包庇他才胡说八道。还以为真有什么冤案，原来是熊孩子的恶作剧。把他关起来，好好管教。我没骗你们，书里就是这么写的。还在不懂装懂，小小年纪不学好，这么会骗人，以后也是个祸害。什么书会教你骗人？一定是什么不三不四的书。才不是呢！吉凶秘录卷3，人之初死，经脉生数，若寒霜见凝，谓之尸僵。什么？吉凶秘录？什么？吉凶秘录？这可是刑侦界的开山巨作，不是早就失传了吗？他居然会背，这小姑娘什么来历啊？不可能吧？是不是蒙的呀？初僵，推之可动，如弦出张，多见之张小关节；中僵，屈身受阻，硬若尸木，多见颈项、肩肘、膝踝大节。天哪，他是真的会背，好像很专业的样子，不像是胡说的。假的，他是骗你们的。吉凶秘录是我们祖师爷临终遗作，已经失传1000年了。他怎么不是失传，是祖传。你说的祖师爷就是我爹的太爷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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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丫头，你爹是陈一手？什么？她是陈神探的女儿，难怪有神探之姿，原来是神探之子啊！我承认，刚才是我狗眼看人低了。吉凶秘录居然没有失传，陈一手，当年我慕名拜师，你居然为了拒绝我，故意骗我。你是陈一手的女儿又怎么样？你说的全都对吗？除非你把吉凶秘录交出来。咦，你算盘珠子都崩我脸上了，没教养！来人，把他给我抓走，让我好好教育教育他。你放，快跑！哎呦，我的手！废物！我知道凶手是谁了，我知道凶手是谁了。你拿个破枕头，你还想破案呢？这可是关键物证，你怎么给扔了呀？想跑，你把吉凶秘录别忘，我就放你走。那可是传家宝，只能传给自己人，除非你是我家的徒弟。对呀，我何不谎称陈一手曾收我为徒？哎，别，逗你玩，又蠢又坏，我才不让你当徒弟呢！让开！
马探长糊涂蛋，什么奸杀案，分明是通奸案。什么？柳家千金通奸？不会吧？这柳家可是书香门第的百年世家，这柳若雪又是出了名的端庄识礼啊！血口喷人！我家若雪养在深闺，冰清玉洁，谁敢乱嚼舌根，我撕烂他的嘴！这是什么呀？冰清玉洁的大家闺秀竟然私藏春宫图？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每个女孩出嫁前都要学会怎么照顾夫婿。这本图册是我给若雪的。没错呀，女子出嫁前做母亲的是个叫女儿这些的。小妹妹，这次你真的误会柳小姐。哼，狗屁不懂的小蹄子，还敢污蔑我女儿！来人，掌嘴！哎，柳夫人，别欺负一个小姑娘呀。是啊，小姑娘年纪小，什么都不懂，您就饶了她。饶了她，除非她给若雪磕20个响头。柳夫人，我妹妹年纪还小，这才口无遮拦，得罪了柳小姐。果果，快给柳夫人道歉呀！哥哥，我说的真的是实话，柳小姐真的有私会之人。小贱蹄子，还敢胡说！看我撕了你的嘴！柳夫人，都是我没教育好妹妹，要打就打我吧。等等，我还有别的证据。柳小姐的枕头上有男人的短发，说明有男人留宿过。果然是男人的头发，可仅凭此，你怎么断定他们是私通，而不是奸杀呢？很好推理啊。新娘是被凶手从后面勒死的，面朝上，脖子上有勒痕，这就说明她在死后没有被人翻动过身体或者挪动过位置。凶手如果是他的话，想要勒死柳小姐，那么身后就是最佳的发力位置。新娘脖子上的勒痕深浅均匀，也能印证这一点。你们看，枕头在床的最里侧，被床尾挡着。凶手如果站在这个位置，根本不可能够得到，他也更不可能在枕头上故意放自己的毛发。所以只剩下一个可能性，就是二人曾经同床共枕。好一个冰清玉洁！亲家，谁是你亲家？我沈家明媒正娶，娶的是知书达理，八抬大轿抬的是黄花闺女，你残花败柳，也敢与老子称亲家？这是栽赃污蔑！我柳家世代清流，家风严明，绝不会养出女人苟且的女儿。马探长，嘿，若你能说句公道话，柳家一定十分感谢。署长，这回您确实是冤枉柳家了。您看这枕头被反复抛这么多次，谁知道在什么时候沾上谁的毛发？这怎么能当证据呢？你胡说！我明明之前就发现了头发。那是你的一面之词，有谁看见了？你有证据吗？没人替你作证，你就是信口胡诌，故意诋毁我柳家清誉。沈署长，若许好歹也是沈家的准新娘，难道你就任由这阿猫阿狗诋毁她的清白？这传出去，你我两家的颜面可往哪儿放？那你想怎么样？当然是严惩污蔑之人，把这个小蹄子交给柳家处置。我没有污蔑，我还有别的证据。署长，都是这个小丫头惹的祸，我现在马上带她出去，好好教育。来人，准备钉板和金条，我亲自处置这小蹄子。放开我妹妹，她还是个孩子。你让开！你还妨碍公务，我现在就毙了你！走！这小丫头，给老子放下！可是署长，沈署长，这小贱人让你我两家颜面丧失，难道你要站在他那边？哼！究竟是谁让我们沈家丢了颜面？案子查清之后，老子自会处置。丫头，从现在开始，案子就交给你了。放心大胆的查，我看谁还敢拦着？可以是可以，但是你得先答应我一个条件。
看在小丫头的面子上，可以先放了你，但案子还没查清，你依旧有嫌疑。署长，请允许我验尸，我一定会找到杀死柳小姐的真正凶手，自证清白。谁敢动我女儿？我女儿清白之躯，谁敢亵渎？我跟他拼命！不验尸，怎么科学断案？怎么找到真凶？哥，别着急，真相往往藏在细节里，而细节就在这枕头里。红花、麝香，还有墨药，这都是婢子的。什么？婢子药？未婚女子的闺房里居然藏着这些药，柳夫人对此你怎么解释？不是的，雪儿身上有伤，这些是给她活血化瘀的。那这个呢？这里面可是灵猫香啊！灵猫香又是什么？是灵猫腺体分泌的一种珍稀香料，主要功效是催情，还有壮阳。什么？柳夫人这次还有什么话说？污蔑，全是污蔑！这是大神仙百货买来的普通香水。署长，俗话说得好嘛，捉贼要拿赃，捉奸要捉双。你如果非要冤枉柳大小姐私通的话，是不是必须要把奸夫找出来才行啊？哎，好吧，看来是时候要亮出真正的底牌了。奸夫就在……奸夫就在……哦，难不成这奸夫就藏在这梳妆台的抽屉里吗？对不起，我忍不住了。你过来，我告诉你奸夫在哪。说，你凑近点，我悄悄告诉你。真麻烦，这么大脚印你看不见吗？你瞎吗？啊！脚印？这团黑污是脚印？什么狗屁脚印？这就是一团污渍！不是污渍，是碳粉哦。凶手离开时不慎打翻了炭盆，脚底上沾上了碳粉。之后，凶手踩着梳妆台跳窗离开，碰倒了香水，留下的脚印被慢慢冲刷破坏，就成了这样。好，别人都在听故事的年纪，你就选择编故事啊？照你这么说，这满地都应该是凶手的脚印呐。可是我们刚刚进来的时候，这地面上是干净啊净。没错，我们进门的时候，地面上根本没有脚印。凶手又不是傻子，地上这么明显的脚印不打扫干净，难道等着你们顺藤摸瓜来抓吗？原本还能找到些蛛丝马迹，唉，可惜有人忘记保护现场，痕迹全被破坏。饭桶怎么查案的？饭桶，通通都是饭桶！署长伯伯，您真的冤枉饭桶叔叔了。我姓马。哦，好的。署长伯伯，您真的冤枉马桶叔叔了。这哪里是粗心呢？哼，算你懂事儿，还知道替老子说话。这分明就是无知啊！说这么多，都是你的推测而已。你有证据吗？没有证据，都是扯淡。唉，脑子不好使，眼睛也不好使，这可咋整？真愁人。你看这是什么？凶手跳窗离开，窗台上也同样沾了碳粉，这不就是证据吗？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点顺着脚印去查线索？还需要我教你啊？还不快去！是。废！署长，外面有重大发现，走。报告署长，犯人应该是翻墙逃走的，但是落了只鞋。落了只鞋？柳夫人，你可认得此鞋是谁的？不可能，这不是真的。你说什么？我说不，我不认识，许是哪个下人的。哪个下人？来人，召集柳家所有男丁，挨个比对。是。
总感觉哪里不对劲。看什么呢？走了。夫人，我能让他们查出来，快去！马探长，别杀我！别紧张，我是来要你命的。我不是来要你命的。柳夫人给了些银子，让我把你送出去。是吗？给了你多少银子呀？给了我3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看见柳家嬷嬷偷偷给你塞银子了，就跟来看看你又想使什么坏。小姑娘，你家人没告诉你，知道了太多会短命的吗？贪赃枉法也是会短命的。我站着。来呀！你过来啊！你个死丫头！你非让我宰到就宰到就，我让你好看看！署长，我说什么来着？贪赃枉法，迟早要完蛋。署长，轻点！哎，一个收受贿赂，一个花钱包庇，一个畏罪潜逃，你们3个倒真是唱的一出好戏呀！不是，我说署长，我只是一时财迷心窍，你给我个机会，我可以戴罪立功啊！警署可不留贪赃枉法的败类，来人，扒了他的警服，革职查办。署长，你听我说，我可以戴罪立功，你不能没有我，就像西方不能没有耶路撒冷，我可以帮你破案。哼，老子有的是人选。他是个孩子，他拖出去。署长，他只是个黄毛丫头，他什么都不懂，你会后悔的，署长。黄毛丫头怎么了？照样能抓真凶平冤案。再说我头发一点都不黄。署长，这个凶犯怎么处置？那还用问？当然是杀人偿命。我没有杀人，我真的没有杀全儿。义母救我！等会儿，你刚才喊的什么？他其实是我，没错，他是我的亲外甥。亲外甥？亲外甥怎么做柳家的下人？因为他的身世见不得光，他是我妹妹和别人私通生下的孩子。他是我妹妹和别人私通生下的孩子。原本他和他娘一道要被见猪笼的，是我救了他，以云嬷嬷孙子的身份将他养大，让他做了府里的管事。没想到他竟然和雪儿走上了我妹妹的老路。义母，我跟雪儿是真心相爱的。你闭嘴！哼，我就知道有奸情，怪不得柳若雪之前寻死觅活的要退婚。哼，可是他万万没想到，最终却死在了他心心念念的奸夫手上。不是我真的没有杀他。署长，他虽然做下丑事，但绝不会杀人，你就饶了他一命吧。他可是杀了你的女儿，你不恨他，怎么反倒袒护他了？因为他是我妹妹的亲骨肉。哼，他就算是天王老子，杀人也一样得偿命。等一下，署长伯伯，我能问他几个问题吗？可以。这只鞋是你的吗？不是？如实讲来。我真的不知道，这鞋子雪儿给我做了好多伤，让我换着穿，我自己也记不住了。你穿柳小姐给你做的鞋，不怕别人发现你们的关系吗？这些鞋子都是经夏蕊的手送过来的，旁人一直以为我和夏蕊才是一对儿。来人，把夏蕊带上来。来人，把夏蕊带上来。起来吧。是，署长。你就是柳若雪的贴身丫鬟夏蕊。是，奴婢见过署长大人。
太亮姐姐，咱们早上见过。你的腿受伤了吗？摔了一跤，上了药不打紧，谢谢小姐。你是第一个见到你小姐死了的人？是，早上我怎么敲门都没人应，结果推门进去，小姐她竟然……原来早上听到的那声尖叫是姐姐你喊的呀？是，我吓坏了，赶紧跑出去喊人。所以你惊慌之中打翻了炭盆吗？当然不是，我进门的时候炭盆就已经是这样了，我还因此摔了一跤，鞋袜都弄脏了，因而还回去换了一身。姐姐弄脏的鞋是这只吗？不是，这分明是……你不用替谁打掩护，他们都已经招了，如实讲来。这是小姐送给云管事的鞋，但是每一针每一线都是我亲手缝的，绝不会认错。不可能，雪儿的女红出类拔萃，怎么可能让你一个丫鬟代劳？因为小姐她根本就不是真心喜欢你。你说什么？小姐她不过是把你当狗玩罢了。小姐她不过是把你当狗玩罢了。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！我再说100遍，小姐也不可能喜欢你一个身份低贱的下人。小姐说了，她不过是排遣一下春闺寂寞罢了。冰清玉洁的柳若雪居然玩弄感情，大老爷们儿被当狗玩，我都开始同情凶手了。水性杨花，呸！死的一点都不冤。我不信，我不信他会说这些。你给我老实点。小姐如果真的喜欢你，我也会答应嫁给沈家冲喜。他曾经为了我退婚，为了我寻死觅活的。少自作多情了，那是小姐担心自己失贞的事会被沈家发现。小姐说了，与其到时身败名裂进猪笼，还不如自行了断。这不是真的，这不是真的。不可能，雪儿她是爱我。他不爱你，他恨透了你。你这个畜生，趁他懵懂无知，连哄带骗夺走了他的清白。是你将他置于身败名裂、万劫不复的死局，是你纠缠不休，小姐才不得不同意冲喜，好摆脱你啊！是你害死了小姐，因为小姐要嫁给别的男人，你嫉妒却又无能为力。闭嘴！闭嘴！小姐，你给我住手！小姐她就是这被你害死的。我让你闭嘴！署长伯伯，快想想办法！他快住手！来人！金叔造奸人命！他是杀人犯，本就该枪决，更何况他还想当众杀人。来人，拖下去。小二，也算人，借主的命本就由主人做主。连官府都无权过问，凭什么让他给我的小儿赔命？是，被贱命一条，当然不配。可他害死了小姐，难道不该为此赔命吗？胡说！你个贱人，都是你害的！过户，来人，把他给我绑了。老子就不明白了，你的闺女被人给霍死了，连丫鬟都知道替她打抱不平，反倒是你，哼！怎么心疼起凶手来了？因为他根本不是小姐的亲生母亲，因为他根本不是小姐的亲生母亲。什么？柳夫人竟然不是柳小姐的亲生母亲？怪不得会偏袒凶手，他给女儿定下冲喜的亲事，真不是亲娘能做出来的事儿。你们胡说八道！雪儿是柳家嫡女，当然是我亲生的。你若是她亲生母亲，怎会对她动辄打骂，让她养成怪戾暴躁的个性？放屁！雪儿是出了名的温婉贤淑。你口中温婉贤淑的小姐，每次从你府里出来，都要对我们这些奴婢往死里搓磨。天哪，这是暴力狂吧？没想到堂堂柳家大小姐，私底下竟然这么变态。这样的疯子还想进到我们沈家来？胡说！不要听他胡说！
其实不止小姐，还有府里的少爷，也并非夫人所出。当年夫人屡次滑胎，差点被休，无奈之下，只好找了几个丫鬟送到老爷床上，借腹生子。这事儿，府里资历老的下人都知道，一问便知。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？谁告诉你的？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？谁告诉你的？夫人以为陈年旧事瞒得很好，殊不知您贴身的云嬷嬷夜里爱说梦话。跟她同住的那几年，奴婢可是听到了许多不该听的，比如……闭嘴！我撕了你的嘴！您偏袒云管事，因为他根本不是什么外甥，而是你的私生子，还有你那所谓的妹妹，只不过是个不受宠的庶女，替你进猪笼，成了替死鬼。来人，拖出去给我打死！被发现了就要杀人灭口吗？署长大人，还请您替民女主持公道。欠了4妻的贱奴，生死有主，即便是亲属，也不得插手。来人，来人！我已是自由身，谁敢杀我？什么？不可能！小姐已将卖身契给了奴婢，还请诸位做个见证。卖身契已毁，从今日起，我与柳家再无关系。一定是你，一定是你！我要杀了你！杀了你！拖走，拖走，拖走！署长大人，我能走了吗？你自由了。哎，漂亮姐姐，你还不能走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才是凶手啊！什么？凶手怎么会是丫鬟？这丫鬟对柳小姐这么忠心，怎么看也不像杀人犯呢。我是一心为小姐着想，怎么可能会是杀害她的凶手？小妹妹，别胡闹了，我要走了。你不想知道我是怎么发现的吗？你控诉云管事和柳夫人，让大家都认为你是在替柳小姐申冤，可结果呢？大家从你的口中得知，她玩弄感情，始乱终弃，水性杨花，龌龊不堪。这哪里是申冤呢？这分明就是想让她身败名裂。不，我不是有意的，我是一时气急才口无遮拦。那你又为什么要主动揭穿柳小姐的身世丑闻呢？还有她不为人知的残暴一面。你表面是在维护她，可结果却是让她更加被人唾弃，这不是自相矛盾吗？是我嘴笨，我该死，竟然败坏了小姐的名声。小姐，您带奴婢走吧，下辈子奴婢继续给您当牛做马。这么忠心护主的丫鬟，怎么会是凶手？他只不过说出了实情，又有什么错？让一个小姑娘查案，多少还是太草率了，一定是弄错了。既然夏蕊姐姐这么说，那我就成全你吧。你没有杀我？谁要杀你了？看清楚，这是望远镜，明明就不想死嘛，撒谎精！原来是装的呀，差点被他装可怜给骗到。略施小计，立刻原形毕露。你起开，别缠着我哥哥，他还没娶媳妇儿呢。陈姑姑，人命关天，别在这胡闹。我才没有胡闹呢，我可不想你娶个杀人犯给我当嫂嫂。他怎么会是杀人犯呢？现场留下的脚印，所有的痕迹不都指向云管事吗？要是这么想，那就中了圈套了，因为线索都是凶手故意伪造的。难道凶手故意留下痕迹，就是想嫁祸给云管事？对啊，然后再当众激怒云管事，让他发狂失控，无法自辩，最终导致身亡，这样就死无对证了。
我说的对吧，夏蕊姐姐？丫头，你说脚印全部都是伪造的，可有证据？你应该明白，没有证据，疑罪从无吧？署长伯伯，你还记得院子里那个完整的脚印吗？人在攀爬的时候是前脚掌发力，后脚跟抬起，就像这样。看，这才是爬墙应该有的正确痕迹。但凶手留下的痕迹是完整的脚印，就像生怕我们找不到凶手似的。事出反常必有妖，越是刻意，越是可疑。按你这么说，脚印的确可疑，可仅凭此也定不了夏蕊他就是凶手。那就要采用《追凶秘录》里记录的步法追踪术了。人一共有17种步法，21种宗相，再结合72种地相，就可以鉴定出男女、年龄、身形、性格以及隐藏的案疾。果果，别瞎说，一本破说怎么能用来当做断案的依据呢？一点都不科学。科学，你就知道科学。外国的科学才发展几年呢，咱们祖先的智慧可是积累了上千年。好，说得好。老子虽是一介武夫，却知道文脉相传的重要，那是我们汉人的根。你小子喝了2年洋墨水，却不知道老祖宗是谁了，吃里扒外的东西，不愿意听，给老子滚！丫头，你继续说。正常人的脚印不符一致，可刚才看，从窗户到墙根这一路上的脚印杂乱无章，分散凌乱，刚好印证了书里的那一句断言：步幅短，脚印乱，若非老弱即伤患。意思就是这种脚印通常都是因为体力不济或是身上有伤。另外，正常的脚印压痕均匀，边缘清晰，可墙上的脚印却恰恰相反，边缘模糊，通常是因为鞋大脚小，前重后轻，说明此人驼背或是经常低头弯腰走路，着力点在前脚掌。而夏蕊姐姐刚好符合这些特征，腿上有伤，又是低头弯腰的丫鬟，更重要的是，她是唯一一个能够接触到正午鞋子的人。不过，即便你的推理都正确，可推理终究只是推理，没有证据，还是没有办法给他定罪的。要证据还不简单吗？让他穿着云管式的鞋走一圈，比对下脚印，不就都清楚了？好主意，来人，把他泼醒。这都不行，那就只能灌辣椒水了，要从鼻子里灌哦。醒得真及时呀，凶手姐姐。既然醒了，抓紧时间对比脚印。我头晕，站不起来。救命啊！别碰我，放开我！结束要屈打成招了。不配合也没关系，反正你的态度已经佐证了我的判断。小妹妹，我到底哪里得罪了你？为何非要怀疑我是凶手呢？那没办法呀，谁让你符合凶手特征，又一直在撒谎呢？我哪里有撒谎？你还记得刚见面的时候吗？你的腿受伤了吗？摔了一跤，上了药不打紧，谢谢小姐。你撒的第一个谎，就是说你是因为摔跤才受的伤，可你身上却满是欢子油的味道，这明明是治烫伤的药。我猜你是因为不小心踢翻了炭盆才烫伤的吧？不，这是小姐拿开水烫的。这就是我们身为丫鬟的家常便饭，有问题吗？天哪，这也太惨了吧！太可怜了，刘若雪简直就没有人性啊！我是撒了谎，可是我就是想在外人面前保留点颜面，怎么就成了杀人的证据了？是啊，
这也没错呀。他都这么可怜了，你就放过他吧。我知道你很可怜，但是这不是你能杀人的借口。凭什么说我杀了人？就凭你撒的第二个谎。你是第一个见到你小姐死了的人。是，早上我怎么敲门都没人应，结果推门进去，小姐她竟然……原来早上听到的那声尖叫是姐姐你喊的呀？是，我吓坏了，赶紧跑出去喊人。我是小姐的贴身丫鬟，第一个发现她死的人，又跑出去喊人，有什么问题吗？可是你根本就没有进屋啊！你凭什么这么说？从听到你尖叫到跑出院子，一共只隔了2个呼吸的时间。假如你在屋里，这根本不可能实现。我吓坏了，跑到院子里才开始尖叫，不可以吗？你确定你进屋了吗？可屋里根本就没有你的脚印。没错，我确定以及肯定，进门的时候地上很干净，根本没有黑色脚印。为什么脚印一定得是黑色的？地上有打翻的炭，我躲着走不行吗？你既然这么问，就说明你压根儿没进过屋。从门外进来，想要看清床上的人已经死亡，必须越过炭盆，至少要走到这个位置，并且不可避免的，鞋底上会沾上炭粉，除非你能飞过去。所以，夏蕊姐姐，你是怎么在没有进屋的情况下，提前知道柳小姐已经死亡的了？我听不懂那些弯弯绕绕的道理，没杀人就是没杀人。昨晚我一直在屋里，根本没出门，有人能替我作证？奴婢秋芳和夏蕊同住一屋，昨晚夏蕊的确一直在屋里，未曾出去过。秋芳姐姐，你和她是住一张床吗？不是的，是2张床，大约隔得有1丈远。那隔得有这么远，你是怎么在睡着的情况下，确定夏蕊姐姐一整晚都没有离开过房间？我睡觉前，床又离门很近，况且我们屋子的门最近坏了，开门的声音老大了。那假如夏蕊姐姐是从窗户离开的呢？不会的，小姐说过，亥时之后任何人不得出入，违者是要挨罚的，除非他是疯了，否则怎么会跳窗出去？听到了吗？我有不在场证明，我可以走了吗？恐怕不行哦，因为我也有人证。昨晚子时到丑时，夏蕊并不在房间里，我可以作证。昨晚子时到丑时，夏蕊并不在房间里，我可以作证。不可能！你不是已经死了吗？这是怎么回事？署长伯伯才不会乱杀人呢，他的手枪里前2发是空包弹，根本打不死人。云香刚才只是被吓晕了而已。哎，丫头，这些你是怎么知道的？爹以前说的，署长伯伯从来不会胡乱杀人，装2发空包弹也只是为了震慑场面，同时为了防止走火误伤别人。看着有点凶，其实可仗义了。好，好，好，就冲你这句话，以后啊，你就是白白的亲闺女，放心大胆的查案，没人敢欺负你。真好啊，出身名门，又有警署署长当干爹，哪像我们这种人，生来卑贱，任人糟蹋凌辱，有冤都无处伸。你有什么冤情说出来，署长伯伯都会秉公处理的。你们为什么不杀了他？他就是个畜生，他不仅糟蹋了小姐，还糟蹋了我。贱人，我还想纳你做妾，你居然想要杀了我！喂，这里还不是你撒野的地方。行，那咱们就从昨天晚上好好说道说道。昨晚子时，我去见雪儿，没想到他们居然在。昨晚子时，我去见雪儿，没想到他们居然在。
贱坯子，竟然敢偷卖身契！我打死这个废纸的贱奴！还不快出去！他偷卖身契，被抓了现行，我好心帮他拦住毒打，没想到他竟然恩将仇报，杀了璇儿，还嫁祸给我。别把自己说的像什么好人，昨夜明明是你跟小姐起了争执。之前说好的，你会说动姨母同意我们的婚事，还会把夏蕊一并带过来做妾，你怎么出尔反尔？果然喜欢夏蕊那个小贱人！你给我滚！滚！你竟然敢打我！老子今晚就让你好看！走！他威胁小姐说他死定了，结果小姐当晚就死了，凶手就是你！放屁！我那就是放狠话而已。我走的时候，雪儿还好好的。可当我再次进屋的时候，小姐已经被勒死了。不是你还能是谁？你没有接触过尸体，怎么知道柳小姐是被勒死的？我偷听到的。现场封锁，周围都是警员，查案过程你不可能偷听得到。而且你自己也承认过，曾经返回过柳小姐的屋子，也就是说，你才是最后一个见到柳小姐的人，具备杀人条件。我遵照小姐的吩咐进去送炭盆，谁知道在那之后，是不是有人跳窗进来杀了小姐？切！你们笑什么？笑你不打自招呀！连凶手的作案手法都一清二楚，你还想抵赖吗？你不说话的话，我就替你说了。昨天晚上你再次回到柳小姐的屋子，在她昏迷的时候将她勒死，确认过没有呼吸之后，又伪装了现场，然后慌忙逃离，却不小心打翻了炭盆。这也是你腿上烧伤的由来。无意间，你注意到了窗台上的一双布鞋，正是准备送给云管事的。这时，你想到了掩盖自己的最好方法——嫁祸。于是，你用那双布鞋刻意留下脚印，想把一切线索引到他身上。最后用裙摆擦掉了自己的脚印，打算逃之夭夭。可你不会爬墙，只能留下鞋印和鞋子。你以为这些能够让查案人员轻易地将凶手认定为云管事，却不曾想太刻意的线索偏偏成了最大的破绽。就算你说的那些都是正确的，我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，而且又有伤在身，怎么可能勒死一个大活人呢？而且那么大动静，怎么可能不惊动其他人？是一氧化碳中毒导致的昏迷。潮湿的碳在不完全燃烧的情况下会产生一氧化碳，也就是俗称的碳气。你们看，这个碳外面烧成灰白，里边却是黑的。难怪死亡时间和尸斑颜色对不上。书里说中炭者尸斑有异，色如樱桃，现在就说得通了。哥，你真厉害！我早就说过，查案是要讲究科学的。夏蕊姐姐，炭盆是你准备的，现在人赃俱获，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没错，是我杀的。他若不死，我就得生不如死啊！你，影落雪，你们都该死！贱人，我和雪儿待你不薄，你为什么要下毒手？待我不薄？你们可曾把我当人看待？当初我就不该撞见你们的私情。小姐，该洗漱了。被发现了，要灭口吗？这是内宅，
不好出人命的。你说有什么办法让他不敢出去乱讲？那当然是让他也成残花败柳了。便宜你了，动作快点。原本再过段日子，我就能拿着卖身契回去嫁给意中人，就是因为他们这对奸夫淫妇，一切都毁了。真是畜生啊！这种人渣会直接丢进焚化炉。可你最该恨的不是罪魁祸首吗？柳如雪就是个帮凶，你为什么要杀他？我原本没想杀他的，我只想拿回卖身契。可是他竟然出尔反尔，要让我嫁给沈家，讨好公爹。什么？老子可不知道这事儿。贱皮子，竟然敢偷卖身契！我打死你个背主贱奴！奴婢不要去沈家，奴婢不要去给沈老爷做妾。你讨好了我公爹，未来我在沈家的日子也能过得顺当些。你既是柳家的奴才，就该豁出命给柳家效忠。可你答应过奴婢，出嫁之日会和奴婢出府的。可是我这时候没能嫁给表哥啊，我没嫁给意中人，你一个贱奴凭什么？凭什么能嫁意中人？更何况你已经是残花败柳之身，就算我放你出府，外面的人谁会要一个烂货啊？你才是残花败柳，你才是那个烂货！呸！不要脸！他就应该这么不清不白的死了，他做下的丑事才会被世人追究，闹得人尽皆知。我就是要让大家看看什么书香门第、千金小姐，背地里不过是个不知廉耻的荡妇罢了。我就是要让他身败名裂，万劫不复。还有他，原本按照计划，他应该已经为我顶罪死在枪下。为什么？你为什么非要替他辩护？这个畜生配吗？他难道不该死吗？那你也不能滥用私刑。滥用私刑？那我们这些人的命，谁来管我们今日的公平？谁给我们？你，还有你们都该去死！怎么了？哥，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一个大字不识的丫鬟，却能布置出逻辑缜密的陷害案，这背后会不会还有人呢？这案件已经水落石出了，哪有什么背后之人？别多想了。你这人怎么走路的？在那儿，少女别走！哎，等等，我们要采访。少女智破一案，成史上最小探长。哈哈哈哈哈！丫头，你可出名了。出名有什么好的？人怕出名，猪怕壮，还不如来点实际的呢。果果，你怎么说话呢？啊，无妨无妨。果果这次可是立了大功，必须奖赏。说吧，想要什么？署长伯伯，我想看我爹娘被害的卷宗。是，师座。什么？好，属下马上到。快点召集所有人马，都大案子来。果果，我先去出警了，你一会儿自己回家啊。哎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
出去！放开我！放我出去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放我出去！姑娘，别人被绑架都怕得哭爹喊娘，你怎么不害怕呀？怕什么？你有事情求我帮忙，肯定不会伤害我。哦，你从哪儿看出来了？如果你是为了寻仇，我不会活到现在；如果你是为了钱，谁会费劲绑架一个穷人家的孩子？最重要的是，我发现跟我一起被绑来的都是私家侦探，而我刚因为破获案件上了报纸，所以你是冲着我的名气来的，想让我帮你破案。果然聪明，难怪报纸说你是少女神探。那少女神探，你猜一猜你现在在哪里啊？猜对了，我送你回去。骆家庄园，对吗？你怎么猜出来的？不用猜，是推理。首先，绑架我的2个人穿的是皮鞋，开的车也是真皮座椅，说明他们的主子是个有钱人。其次，我听出车子曾经路过北闸口的集市，而那里是通往北郊的必经之路。而坐落在北郊的富贵人家，只有荣城首富骆家，所以这里是骆家庄园。好你个小妮子，真神了！还不松绑？这就是你们骆家的待客之道吗？你怎么说话呢？知道我们少爷是谁吗？没规矩。松了。大背头、花衬衫、烟不离嘴骆老三，你是荣城第一纨绔。嘿，你个小丫头片子！滚！少女神探，来，吃糖。我这次请你来呢，是想让你帮哥哥一个忙。什么忙？就刚刚，我爹荣城首富骆有德被杀了。你干的？师座，这是出什么事了？诸位，骆某今天60大寿，承蒙诸位拨冗赏光，在此我要宣布2件事情。这第一件，本人将卸任商会会长一职，由骆氏继承人继续担任。这第二件，骆氏产业的继承人，那就是骆先生是我的至亲好友，今天大寿之日却惨遭不测，这件事儿你们必须得查清凶手。是，不必麻烦了。老爷曾卜过一卦，说近日有大劫，于是留下遗嘱，若真的应劫，真凶就交给4个子女去查。第一个查清真凶者，即是骆家的继承人。师座，那我们领夫人呢？署长，那这个案件咱还接着查下去吗？查，我们在这里配合夫人。骆家的家事当然是由我这个长女来分担。马探长，剩下的事
可就全权交给你了。大姐说的这是哪里话？都是父亲的女儿，怎么就你全权处理了呢？我请来的这位威斯利先生，可是来自伦敦的私家侦探。是谁让你把洋人领进来的？我说过，骆家任何人不允许和洋人有瓜葛。二哥，你别生气，他是假洋鬼子。对，本名李二狗哦。行了，老二，你就别吓唬四妹了，说说吧，你请了谁来？大姐，你放心，我不是来跟你争家产，我只想知道父亲真正的死因。林医生，你去检查吧。这就开始了，三哥还没来呢。没来等同于弃权。谁说我弃权了？这次我赢定了。是少女神探陈果果，你怎么来这儿了？少女神探是我请来的贵人。你那也叫请啊？这丫头就是你之前提过的探案神童？没错，就是她。这小丫头就是陈探长之女，陈果果，现在也是我的干闺蜜。哦，是个好苗子。既然人都到齐了，那就开始吧。臭丫头，这么快又见面了？饭桶叔叔也来查案呢，眼睛治好了吗？这次查案我一定不会输给你。怎么，敢不敢打个赌，看谁先找到真凶？输了的话，我就要把祖传的鸡胸秘录给你。要不要照照镜子啊？算盘精。你不是一直在调查杀害你父母的真凶吗？我可以帮你。其实当年我已经调查出来一些蛛丝马迹，如果你赢了，我就把完整的卷宗交给你。好，就这么说定了。小孩子就是好骗。我的小姑奶奶，我的荣华富贵可都靠你了，你看这破杯子干什么呢？我只是好奇，为什么骆家下人这么多，踢倒的杯子没人捡？这是刚才敬茶的时候弄倒了，结果没一会儿老头就嗝屁了，人太多就没收拾。日月星时，这4个杯子是按照你们兄弟姐妹的名字定制的吗？这你都看出来了？没错，是定制的。他们是天上的日月星辰，我就是地上的破石头。哼，那为什么会这样？从小他们就被抱在洛府长大，我在外面混到10几岁才认祖归宗。哼，都是私生子，谁比谁高贵啊？原来你们都不是林夫人亲生的呀？嫡母不能生育，但对我们4个特别好。这个家就是因为有她在，才有点人情味儿。奇怪，为什么你对没有血缘的林夫人那么尊重，却对自己生父的死一点都不伤心？你们关系不好吗？我这都算孝顺的了，你不知道，刚刚今天是老头60大寿，按规矩，咱们4个得敬茶祝寿。轮得到你吗？该老二了。我一个残废，怎么上前祝寿？
混账！你给我站住！混账！你给我站住！站都站不起来了，拿什么站住？父亲，我这条腿怎么废的？您忘了吗？一次，老婆犯病了，药啊！我看他爹的口袋里有药。哎呀，爹，你可终于醒了，快喝口茶。也就是说，骆老爷子喝了他们3个人敬的茶，却唯独打翻了你那杯。你是怀疑他们3个人投毒？那还要验过毒才知道。现在才想起来验毒，我们早就验过了。这3个茶杯里都没毒。小妹儿，不要在这里 style， 哪儿凉快上哪儿 play 去。谁说没有毒？这杯子里有雷公藤。一个黄毛丫头，你说雷公藤就雷公藤啊？你从小喝到大吗？老朽行医多年，雷公藤自然是认识，让老朽看看。这确实不是茶叶，雷公藤的嫩芽有剧毒。什么？老二的杯子里怎么会有雷公藤？这么说，一向正人君子的二哥是凶手了？大少爷的品性绝不可能做这种事，更何况他根本没有敬茶，怎么可能是凶手？是啊，老二和老头都闹成这样了，茶都没敬就走了，他有病啊，往自己头上扣帽子。所以有人栽赃，栽赃的人就是你，是你最后给骆老爷敬了茶。你知道哪个杯子里有毒？你满嘴喷粪！你也不出去打听打听，4个里面谁最受宠？要不是出了这档子事儿，老子铁定就是继承人。爹还没有公布，你怎么知道继承人一定是你？这么多年，骆家产业都是我在辛苦操持，你还有你们，谁帮忙分担过一点？你那么霸道，产业全把持在自己手里，我们想分担你也不让啊！你行了，吵什么吵，像什么样子？天雷，我只问你一句，雷公藤的事到底和你有没有关系？母亲，什么雷公藤？我买的是武夷岩茶呀。对了，买茶的茶商也在。姓刘的，给我滚出来！三少，我在。告诉他们，老子找你买的是什么？武夷岩茶，绝对是武夷岩茶。哼，他这么怕你，当然会顺着你的话说。谁知道是真还是假？我有货单为证。哟，出门自带证据，怕不是早有预谋，想洗脱罪名吧？你再讲污蔑！天雷，你早已不是浪迹街头的混混，凡事都要以理服人。我教你做人的道理都忘了？母亲，孩儿知错。这林夫人不愧是贤妻典范，这4个儿子虽然都不是她亲生的，但是对她都还挺尊敬。是，连第一纨绔骆家3少都被治得服服帖帖，像小狗似的。我相信这件事不是天雷做的，这孩子从小流落在外，吃了不少苦，好不容易找回至亲，对他父亲十分孝敬。
补品药酒不断的送，深得老爷欢心，他没有理由下毒手。会不会只是下人的一时疏忽给造成的意外？不，我原本那杯茶是没毒的，却被大姐故意撞翻，还激将我不懂照顾父亲，我才顺手拿起那杯有毒的茶。所以下毒的人是大姐。你胡说什么？我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因为继承权。谁不知道老爱无心家业？更何况他的腿，他都已经这样了，我还有什么必要对他下手？哼，你是没必要对他下手，但你有必要对我下手，因为你最大的竞争者是我。非我还想跟你休战，没想到啊，你最毒妇人心。不管你信不信，我没有要对你下手。好了，争论只会徒增笑柄。几位探长可有公断？夫人，可否让人查一下泡茶的茶壶？怎么样？有没有雷公藤？这里没有。哼，我就说有人栽赃嘛。二少爷，这是你的茶壶？什么？是不是你把我的武夷岩茶换成了雷公藤？奴女怎么敢啊！只不过大小姐她进过茶水间。那就是你。哼，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是我调换的？证据？去把我的茶叶罐子拿来，我就让你看看我买的上好的武夷岩茶。怎么样？是武夷岩茶没错，但是里头掺入了雷公藤。什么？你敢卖给我有毒的茶叶？我老子弄死你！别打，别打！我知道真相。是骆大小姐，她都和我买过雷公藤。你胡说！你们看，我这有她购买的凭证。她做什么我不知道，但这事与我无关。田月，这事儿真的是你做的吗？我是买了雷公藤，但是……天哪！大姐承认是她杀了父亲。为了骆家的产业，你连老头子都敢杀，还嫁祸给我！我是想嫁祸给你，可我没想毒死他。骆家的家业明明都是我一手辛辛苦苦打拼出来的，可凭什么他却要把属于我的一切都给你？哎，天月，母亲知道你这些年受了委屈，有委屈也不能杀了亲爹啊！再说，她堂堂大小姐，那有什么委屈？但是你不知道，当年我到底经历了什么。是你爹让你来的？求求您帮帮骆家。想让我注资骆家，那就要看看你的诚意够不够诱人了。为了能帮骆家躲过危机，我献尽了自己。可到头来呢，他却说家业传男不传女，宁愿把家业传给老三这个不学无术的纨绔，也不传给我。凭什么？凭什么？果然还是为了骆家的产业。可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我不抢你的。大姐，过来聊聊。老头子还没宣布是你呢，怎么你这就等不及跟我炫耀了？你别把人想得太坏了。我知道你怕我跟你争产业，不过我这辈子只想吃吃喝喝当个纨绔。如果老头子要真把产业给我了，咱俩对半分，产业都归你。我只要现大洋，
另外，每年再给我1万大洋的分红。我自己是个什么货色，我还不清楚吗？骆家那点产业到我手里能撑多久？我都跟你说了，这些产业早晚都是你的，你怎么就不信呢？我要是不信你，我就不会撞掉你的杯子。既然谈好了条件，我根本没有理由继续动手。我真的已经打消了念头，可我也不知道那毒怎么就进了老艾的杯子里。如果不是你，那就是在你之后有人进入了茶水间，调换了2位少爷杯子里的水。说，我走之后还有谁进了茶水间？您走之后，我泡完茶就出来了，然后在门口的时候碰见了大少爷和林医生。林医生说他愿意顺路帮我把茶端出来。老二怎么会在那儿呢？不管他为什么会在那儿，老二总不可能自己陷害自己吧？一定是他！不是他，是我。大少爷，别怕，这事儿和你没关系。二哥，你不会看上他了吧？为了他，连弑父的罪名都敢顶。骆家什么时候出情种了？三弟，大姐往你的茶叶罐放东西的时候，我看见了，但我不知道她放的是什么，所以我把你的茶水倒到了我自己的杯子。你没病吧？怀疑有毒，倒掉不就行了？可是我没有，我在赌那杯茶里真的有毒，赌上天会惩罚那个忘恩负义之人。你们说，他不该遭报应吗？天哪，我没听错吧？儿子说老子要遭报应。什么恩怨能让父子反目成仇？唉，因果报应，他确实该死。他当然该死，他早就该为那些被他害死的人偿命。开药，开药！哎呀，你在我房间干嘛呢？哈哈哈，开药！刚才啊，老王要给你上来送衣服，我呢正好要上来，我就给你捎上来了。啊，哈哈哈，没事了，你忙。我手里有一份反动人员的名单，不知道你感不感兴趣？呵呵，条件自然是这次商会会长的竞选。一份名单，200多条人命啊！那里面有我的同窗好友，有我的授业恩师，有我的生死弟兄。你们说，像他这种潜力妄议、残害同胞的人，他不应该死吗？他害死了那么多条人命，万死难赎其罪。可他毕竟是你父亲，他的命谁都可以取，唯独你不可以。我没有他这样的父亲，他的养育之恩，我这条腿早就还清了。你为什么要那么做？为什么？逆子，你敢跟我这么说话？我是你爹。我没有你这样的父亲，这个家让我觉得恶心。来人，把他给我弄到屋子里关起来。
逆子！可是最后你还是没有给他敬那杯有毒的茶，你还是不忍心杀他，对吗？可他毕竟因为那杯毒茶毙命，所有的事情都因我而起，我没有什么好解释的。你们枪毙我吧。不，你们别听他的，他在故意求死。小林，你不用替我辩解，你走吧，离开洛家，离开这个肮脏的地方。我不走。如果你有罪，我也走不掉，因为我早知道二少爷的茶里有雷公头，我也知道是你调换了茶水。你早知道，你怎么不早点说？因为他的哥哥也在那个名单里啊，他是来为他哥哥报仇的。你竟然什么都知道？我当然知道，我跟你哥哥是挚友，我看过你们的照片，我看你的第一眼就知道你来的目的。你既然知道我是来报仇的，为什么还执意让我做家庭医生？因为我觉得死在你手里可能是一种解脱。可惜啊，你的善良让你始终下不去手，反而护着我这个有罪的人。我承认，一开始接近你的确是想杀了你，可是后来我发现事情根本不是我想的那样，真正有罪的是骆有德，而你却替他背负骂名，失去双腿，每天都活在痛苦和自责之中。我若是再杀你，岂不是是非不分？所以你就杀了我爹？不，恰恰相反，我救了他。那杯毒茶被我稀释过了，毒不死人的。什么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为什么救他呀？因为我了解你，我若杀了他，你的灵魂会备受煎熬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坠入深渊。行了，你们等会再腻歪吧。姓林的，既然你是来报仇的，那我爹到底是不是被你毒死的？不是，我是医生，想要杀一个人，办法多的是，怎么可能用下毒这种惹人怀疑的笨方法？更何况，我还稀释了毒茶救了他一命，岂不是多此一举？杀一个人很简单，就你跟骆家的恩怨，你没有杀他全家，就算烧了高香了。你还有心救骆老爷，难道你就放下了弑兄之仇？我的确想杀了他，可当我发现骆有德已经被酒色掏空，活不了多久的时候，我就改变了主意。因为我爱上了一个人，我怕我手染鲜血以后，我跟他就再没可能了。太感人了，我决定3天不换女朋友。唉，成年人的世界真复杂。我还有一个问题，雷公藤是剧毒，就算被稀释了，你怎么确定毒不死人呢？因为在案发的第一时间，我就悄悄取了呕吐物拿去化验，结果发现骆老爷是死于砷中毒。下毒范围扩大至所有宾客，案发时间在场的人都有嫌疑。没错，还有餐饮 ，check 一下所有入口的东西，从昨天晚上的饮食开始 check。我的小姑奶奶，这还在比赛呢，你怎么还在这儿发呆呢？绅是什么呀？绅士，当然是像哥这样的，又帅还有钱。没文化真可怕。怎么了，果果？哥，绅是什么呀？古籍上没有这个东西。看吧，我早就跟你说了，查案讲究的是科学，这下你总知道了吧？
看来我是时候该送你上学校念书去了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我会好好念书的。你先回答我的问题。行，砷呢是一种化学元素，它呢有很多成分，比如3氧化2砷，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砒霜。搞了半天，砷中毒就是中砒霜啊？不，可不只是砒霜。中毒的根据是3甲醌离子，醌呢有很多中毒的成分，比如4硫化4砷，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雄黄。过量的食用也会使人中毒。我知道了，肤色发青，长皮疹，指甲上有白点，这是砒霜慢性中毒。四丫头，我已经查出了真相，你输定了。诸位，这坛酒是在骆老爷的房间里发现的，经过我的检验，砒霜里面加了砒霜，所以真凶就是你，骆天磊。你看似要讨好骆老爷，给骆老爷送女人送酒，实则在酒里加了砒霜，让骆老爷慢性中毒而亡。你以为你做的天衣无缝，可惜呀，可惜，你遇到了我智勇双全马探长，这就是证据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你他娘的少污蔑我！骆天月，管好你的狗！老三，不是姐针对你，证据在此，你还有什么好狡辩的？你确定你真的查清楚了吗？看到我第一个查出了真相，很紧张是吧？学吧，学会都是你的。现在可以把真金秘录交给我了吧？我只是担心你待会儿会脸疼。你什么意思啊？那我现在要问你几个问题了，你可要好好回答。第一，这坛酒里面一共有多少剂量的砒霜？喝下去的部分能不能毒死一个人？我怎么知道？要不你尝尝？要不你问凶手啊？你连剂量都不知道，就敢断定凶手是二少爷？砒霜还能入药呢，抛开剂量谈毒性，你这不是耍流氓吗？怼得好！骆天磊给老爷送了那么多坛酒，日积月累也毒发身亡了，他就是凶手。第二，你怎么确定他送的这些酒就都被骆老爷喝下了？万一用作了别的东西呢？酒不喝用来干嘛？第三，一坛酒从酿造到销售再到骆家，途中不知道经过多少人的手，你怎么就敢确定二少爷就是凶手？万一他也毫不知情呢？没错，我送酒都是让酒行的人直接送到老头子那儿，我压根儿就没经手。还是说你怀疑我跟酒行的人勾结一起下毒？没错，万一是你指使的，你有证据吗？来人呐，把隆昌酒行的老板请过来，咱们当面对质。用不着，隆昌酒行的原材料还是从骆家进的货，加点药材就高价卖出去，专门赚你这些人傻钱多的主。什么？我一直给老头送的是咱们自家的酒。你从不管自己家的生意，不清楚也正常。咱们骆家本身就是酿酒作坊起家的，你爹酿了一辈子酒，他肯定很清楚，这酒是咱们自己家的。可是这酒里为什么加了砒霜啊？加了砒霜才有烈酒的冲顶感，还能澄清杂质，这是祖先流传下来的秘方。不光是骆家，就连久负盛名的岭西酒，每坛酒里至少加了1000的砒霜。什么？天哪，这酒以后还怎么喝？奸商，你们这是造假！母亲，这种事怎么能说出来呢？都怪你！母亲为了你，居然连骆家的核心机密都公布了，这下生意怎么办？瞧你们一个个吓的，还没有一个小姑娘有见识。这位小姑娘倒是见多识广，还知道砒霜可以入药。那你可知道砒霜可以治什么病吗？
我只记得书上说，砒霜入药需要经过煅烧、醋萃，与豆腐共煮减毒。内服可以治愈疟疾、哮喘、杨梅疮。老爷他就是得了杨梅疮，这些酒是他用来配药的。母亲，家丑不可外扬，您真的为了老三把这些事都抖露出去吗？他做的时候不怕丢人现眼，咱们又何必替他遮遮掩掩？都怪你！要不是你给老头子送女人，他也不会染上脏病。走，我见一下老爷子。我这是投其所好，他要是不好这一口，我想送都送不出去。哼，马屁精！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怎么想的。你讨好他，不就是为了继承权吗？我是为了留在骆家。你们从小在骆家长大，要不是因为老二的腿残了，我这辈子怕是摸不到你们骆家的门槛儿。哼，谁让三哥你有个沦落风尘的娘呢？你能回到骆家当少爷，就当是烧高香了。天星，不许这样说，天里的娘也是你的长辈。长辈？一个从八大胡同里出来的姚姐儿也配做我的长辈？听说她当初死的时候，衣服都没穿，浑身长满了烂疮，直接被人卷了凉席扔到了江里。你闭嘴！我娘，她不是姚姐儿，她原本只是在青楼卖唱的，被骆有德看中，被他花言巧语搞到了手。我娘怀我的时候，一夜之间她就不见了。我娘好不容易找到她，她却嫌我娘出身低微，把我们娘俩拒之门外，还怕我娘继续纠缠她，就把我娘卖给了人牙子。我娘就这样被卖进了八大胡同，受尽了委屈。没想到当年你年幼，居然还记得这些陈年旧事。杀母之仇，断不敢忘。听到了没有？他心里记着仇恨呢。爹的死肯定就是他干的。我让你来是看热闹的，还不赶紧去结案 ？OK， 凶手就是他骆天雷。骆老爷子是慢性病发，只有他有这个机会，也只有他有这个动机。可就算他有动机，骆老爷的死是因为什么呢？没有杀人证据，没有人可以给他定罪。这还有什么证据？老头子是得了花柳病死的，就是他送给老头子的女人。他安的什么心，明眼人都知道。罗天磊，你要是有种，你就直接说出来。我就是给他送女人，我就是要让他死在女人身上，我就是要让他浑身生满乱疮，感受一下我娘当时的遭遇，他会遭天谴的。哈，你承认了，大家都听到了，是我第一个查清了案子，找到了真凶，我是继承人。可骆老爷不是死于花柳病啊，你是不是忘了他是死于中毒啊？唉，查来查去都有牵扯，却又都不是凶手。也许这只是个巧合，毕竟老爷他重病在身，又被酒色掏空了身子。可骆老爷的确是死于中毒，而不是疾病。况且骆老爷非常惜命，我听说他非常注重养生，入口的东西都要让人先验毒。他那是坏事做多了，心虚罢了。所以啊，他这么警惕、这么惜命的人，明知道自家酿的酒里加了砒霜，一定会谨慎控制用量，并且事后会想办法解毒。可最终还是毒发身亡。所以只有一种可能，他体内的大剂量砒霜是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，通过别的途径进入到他身体里的。别的途径？我在凑近尸体的时候，闻到了一股雄黄味儿。而且他的指甲里也残留了雄黄，所以我才想到治疗杨梅疮不仅有砒霜入药这一种方法，还有一种外用偏方，用雄黄药浴。没错，骆老爷的确是不久前开始用雄黄药浴，这方子还是老朽开的。不过这不是治疗杨梅疮的，是治疗阴湿的。
雄黄是用来杀虫的。不仅得了杨梅疮，还得了阴湿，这就是乱搞的报应。雄黄药浴，荒唐呀！雄黄遇热会转化成砒霜，随着蒸汽大量植入，也会变得有毒。愚昧呀！你简直是愚昧至极呀！你是祖宗传下来的法子，更何况雄黄的含量很小，隔7天才用一次。不可能，骆老爷子身上明明有很浓重的雄黄味儿。是老爷最近总是失眠，不知从哪认识了个神人，告诉老爷每晚要喝点雄黄酒，生阳固本，驱除邪祟。所以骆老爷内服外用，体内积累了大量的雄黄，可雄黄并不足以致命啊。雄黄的毒素虽然不强，但遇上强还原剂，比如维他命 C， 就会转化成砒霜。维他命 C 又是什么？就是洋人用烂橘子造的东西，说是什么可以提供营养，我看都是扯淡，还不如直接吃橘子呢。所以骆家有这个东西，快查一查，看看骆老爷是不是吃了。那洋玩意儿又贵又难吃，谁买那东西？据说那玩意儿可以美白。哎，老四不是有一瓶吗？他还跟我炫耀，说我不会保养。哎，你站住，老四，跑什么呀？该不会你真的给爹吃了那玩意吧？我也不知道他吃了会死啊，那不是保养身体的吗？你给他吃了多少东西呢？我把他的家药。什么？你好大的胆子呀！你这是杀人，你知道吗？没想到小四不干则已，一干就大活呀！老头最终还是死在你手上了。天星，你也不是小孩子了，难道这事儿真的是你做的？哼哼，我又不是故意的，你们为什么都要怪我？我没想害爹，我只是想小小的惩罚他一下。谁让他不让我和阿坤交往，还把我锁在家里，不让我出门。所以你就换了他降压药，你这是杀人，你知道吗？我只是脑子一热，想着一顿不吃，只是会晕一晕嘛，这样我就能偷偷溜出去。我都好几天没见阿坤了。满脑子其他的蠢货，竟然为了一个野男人谋害亲爹！你不也下了毒？你又能好到哪里去？你凭什么打我？够了！你们是想把骆家的颜面都败光吗？天星虽然换了药，但他也是无心之过，并非存心谋害。老爷的死也不能全怪他一人，要怪就怪你们所有人，你们都是凶手。既然骆家出了这等丑事，我也没脸再姑息养奸了。沈署长，他们4个人是该杀还是该抓？你看着办吧。那局座您看。母亲，你不要我们了吗？母亲，我们让您失望了。我做错什么了？我什么也没做。母亲，这不公平，我不能算是凶手。没错，虽然大小姐下毒嫁祸二少爷，但也是及时收手了。虽然骆老爷最后喝了毒茶，但大小姐也是无心之举，怎么能算是凶手呢？哇，大小姐谋杀都能算是无心之举，那二小姐岂不是更无辜？她只不过是跟骆老爷开个玩笑，又岂能会杀人？大少爷什么都没有做，更没有损害骆老爷的身体，他才是真正的无罪之人。好，好，好，你们都没罪，我送2坛子酒就有罪了。署长，我送酒送女人有罪吗？自然是无罪。既然几位探长都说无罪，
那么也就是找不到凶手了，对吗？只能说是场巧合，巧了，赶上了嘛。嘿嘿嘿 ，right， 就是巧了。不对，好像哪里怪怪的。哼，管家，拿出第2份遗嘱吧。管家，拿出第2份遗嘱吧。对于上一份遗嘱，老爷还做了补充说明：若是没有找出真凶，那么骆家的产业将全权交给夫人打理，由夫人决定如何分配。夫人，遗产究竟如何分配，还请您示下。分配什么遗产？他们4个人谋害亲父，不配为我骆家子孙，全都给我撵出去！母亲，你疯了吗？您想要驱逐我们？母亲，您之前不是这样的，您怎么变了？他没变，因为这才是他的真面目，策划一切杀害骆老爷的幕后真凶。母亲吃斋念佛，怎么可能是凶手？或许你们都没有注意到，每当林夫人开口，她表面上是在维护，可实际上是在煽动情绪，让你们所有人主动说出对骆老爷积攒多年的怨愤。不如你们仔细回忆回忆，寿宴以前你们都是如何下定决心对骆老爷下手的？是母亲告诉我，父亲打算在寿宴当天宣布老3子继承人，我才着急出手的。换药的事也是母亲无意间点醒的我。母亲教我送酒送女人讨好老爷子，这又算是什么？所以你无意提起当年的事儿，是想激起我的仇怨。所以骆老爷的死不是巧合，而是一场集体的无意识谋杀。所有人一开始都想让他死，所有的预谋织成天罗地网，即使你们都没有下死手，可加在一起，骆老爷还是难逃一死。集体谋杀？意思是所有人杀死了骆老爷？而暗中谋划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林夫人。我是真的不敢相信的，这一切都是你在操控啊，母亲。不要叫我母亲，我不是你们这几个孽种的母亲，你们的存在每时每刻都是对我的屈辱和背叛，都是对我的嘲讽和羞辱。我忍了这么多年，我终于不用再忍了。母亲，你在说什么？母亲，您累了，来人，扶夫人下去休息。现在我才是骆家的家主，我看谁敢以下犯上。骆有德，你没想到吧？你千防万防，最终你还是输了。你的子女都恨不得你去死。骆家现在的一切又回到了我的手里。弟妹，你怎么能这样对待骆老弟的尸首？人死为大，你们毕竟是结发夫妻呀！什么结发夫妻？他就是我家养的一条狗而已。骆家现在的一切本就是我娘家的产业，是这个小人他骗了我爹。师傅，我愿意入赘林家，侍奉你和师娘一辈子。你可想好了？做了赘婿，
你永不能纳妾养小，一辈子只有芬儿一个女人。我骆有德发誓，一生只娶芬儿一个女人，如若违背，不得好使。芬儿她天生心急，此生无法再做母亲，只能从曹家过继。你一辈子都奴自己的子嗣，你也愿意？我愿意。花言巧语，骗走我家的产业和秘方。没过多久，他居然抱着骆钱跃进了门。混账！你当时不是说只有芬儿一个女人吗？师傅，你说的话忘了吧？怎么说的？师傅，当时说娶芬儿一个女人，可没有说只娶她一个女人。你，师傅，你林家绝后，可不能让我们骆家也绝后。你，以后我还要娶更多的女人，给我们骆家用日月星辰取更多孩子的名字。你，师傅，你可要撑住啊，师傅，好日子还在后头呢。老不死的，终于死了。我爹就是这样被他活活气死。他负了我，抢走了我家的产业，还气死了我爹。这口怨气，我忍了整整30年。所以你就挑起几个子女对骆老爷的怨恨，对吗？是又怎样？杀人莫过于诛心，我不会脏了自己的手。我就是要他死，我要他时时刻刻都像活在地狱里。我做到了，我做到了。夫人，您高兴的太早了，老爷早就提防着您，所以还有第3份遗嘱。遗嘱上说，若夫人接手骆家的产业后，不能善待几位少爷、小姐，那么就将您送上山，他在那里给您盖了一座庙，保您能平心静气的安享晚年。什么？骆有德，你个混蛋！你卑鄙无耻！你死后招啊！骆有德，你就是混蛋！送夫人离开，回去。混蛋，你不得好死！我就是要死你死！我要你死！骆有德，你卑鄙无耻！我要你死！骆有德！哎，老！管家，那我们呢？是不是平分家产？不，按照遗嘱约定，继承人应该是这位小神探。什么？我？没错，就是这位小神探。遗嘱上说，谁找出真凶，谁就是骆家继承人。方才是这位小神探第一个找出的真凶，他才是名正言顺的骆家继承人。不是吧？我这就坐拥亿万家产了？骆家的产业和钱，你真的都给我了？我可是有条件的，不许发不义之财，不许和洋人勾结。还有，我要建一所学校，让所有女孩子都能免费读书。你要是做不到，我随时反悔，收回你的继承权，是吧，阿哥？好，好，好，我的小姑奶奶，我对天发誓，总行了吧？姑姑，咱们该回去了。那我安排保镖送你们。
你虽然纨绔，可心眼是好的，好好干，我看好你哦。站住！你不是说要是我赢了，就把凶手的线索给我吗？怎么偷跑？不打算兑现了？不用那么认真吧？来人！哎你，哎我，哎呀，我知道在哪儿，我知道在哪儿，我给你带路，走。哎呀，走。哎，去哪？哎，那咱们再等一会儿吧。晚上吃什么呀？咸水鸭，今天晚上不醉不归。叫上女朋友，我再叫10个姑娘，算我的。喝酒我就不喝了，叫姑娘我哥也不行。他不是去拿东西了吗？怎么这么久还没回来？你们俩过去看看。这人怎么这么眼熟啊？马探长出事了！马探长出事了！快跑！